Hello，大家好，我是于医生。今天是2024年的6月3号哈，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话题，把咳嗽呢再往下面引申一下。我们上次谈到了咳嗽的原因呢，是覆盖了除了我们说的呼吸道的这个疾病之外哈，那么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哈，像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心脏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它出现了有这样一个胸水的情况啊，就属于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不好啊，它这个心功能衰竭。那有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个叫肺的栓塞啊，动脉、非动脉的栓塞的血液方面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些个是属于消化道了哈，就我们说，比如说反流性的这个食道炎呐、这些异物进来呀，还有的情况，比如说就是那些个化学的东西吸入嘛到肺里面怎么样？那么我们呢就今天呢把最重要的这一个内容，就是说关于呼吸道的这里面的这个情况引起来的，当然也包括像肺啊怎么样这些疾病的情况呢，和大家呢再讲一下。这个是呼吸系统的原因引起来咳嗽的，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重头戏了，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如果说是一个急性的咳嗽那么可能呢相对的还比较好处理一些，那就是说情况不是那么很复杂，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这个发炎啦不管是呼吸道也好，上呼吸道、下呼吸道，还是我们出现肺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像这个心脏突然之间它出现了胸水、心功能出现了衰竭，还有的像一些个我们说的肺动脉栓塞呀，或者是你吸入了一些个脏东西，像某些化学东西被呛出怎么样？这些情况呢，还有说我们一些个哮喘病的急性发作呀，怎么样？这个情况呢，似乎相对的还容易处理一些，因为是急性的嘛。那么我们找到了原因之后呢，就给它这个解决掉那么它急性的这个咳嗽呢，就应该就搞定了，就处理。那么我们比较在临床上比较困难的呢，就是这种慢性的咳嗽。那么在慢性的咳嗽里面呢，就是我们说排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心脏的原因什么这个里面消化道或者吸入什么那些脏东西或者是肺动脉的栓塞事情，不要讲那些情况我们就只讲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呼吸系统有关系的那么呼吸系统有关系的就比较常见的呢，应该说就是一个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个叫肺气肿，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常见的，也就是说它会引起了一个慢性咳嗽呢，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了。那么它的原因呢，就是说你看这些抽烟的人那么他时间长了之后呢，他的肺功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呢就这个烟呢，这个我们说化学物质尼古丁的刺激在呼吸道这上面呢，它经常会引起来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慢性发炎的情况。那么它还不时的在刺激它那么它刺激的越厉害呢，那么它这个发炎的情况就越厉害，你的这个肺脏的破坏就越厉害，这肺气肿呢就更加的严重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及时停止抽烟那么应该说其实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当你以后真的是这个抽烟损害了这个呼吸系统，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恐怕就已经晚了那你再来说，我们说停止呼吸，就是我们说停止抽烟呢，怎么样？可能这个呼吸道的这样一个损伤和肺的这样一个损伤呢，可能就比较困难的挽回，这样都是比较一个比较不大好的一个结局吧。当然，它要引起来很多的癌症的出现那是我们以后再谈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肺气肿
还有一个哈，我们说的慢性的这个支气管炎之外呢，还有一些个情况呢，也比较棘手的，就是说，临床上不是特别常见的，像我们叫支气管扩张啊，支气管扩张就是它这个我们说这个支气管的这个软骨环哈，它也受到了损伤哈，不管什么原因，有的人是结核病啦，有的什么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它这个损伤了之后啊，这个支气管损伤之后，它引起来的它的支气管扩张，出现了里面的这样的病变，经常也会有这样一个咳嗽的情况，因为它的这个支气管受到了损伤嘛，呼吸道受到了损伤。还有的这种以前也提过的，像一些个哮喘病的，它的一些个变形啊，它哮喘病一般的表现为主要的还是一个哮喘嘛啊，就是说他呼吸很困难，你会能听到那种怪怪的那种啊，就像吹笛子那样那样的一个声音哈，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那么也有的人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哮喘的症状，他呢出现了一个咳嗽，这个情况呢也是有存在的。还有呢一些个就是我们说有像一些药物哈。那么很常见的一个药物呢，就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药物哈，我们叫 ACE inhibitor。那么这个 ACE inhibitor 这个药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血压的药，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血压的药之一了。那么我们临床医生特别喜欢这个药，因为它能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能给你切断这个血压。高血压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机理哈，我给你切断了，就有点像釜底抽薪嘛。那你当然说这个药是特别我们喜欢的，真解决问题，是在临床上的效果呢，还是相当的不错的。还有一些个，我们说呢，就是一些个肺的肿瘤。肺的肿瘤呢，我们在谈那个。你知道我们在讲肺的肿瘤的时候呢，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说，它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一个刺激哈，那刺激的很厉害。那当然里面肺肿瘤当然对肺组织刺激很厉害的，所以说它会那个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哈能够经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咳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其他呢还有一种就是有点更不常见的了，就是我们以前和大家提到的，像有一叫做那种叫嗜酸性的一种应该说一种不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发炎哈。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是和它的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呢，经常会一起来的嘛。就是这种情况哈，我们能够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能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嗜酸性的细胞啊，这个情况不常见。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呼吸道的一个发炎哈，我们看到的它不是嗜酸性的细胞，就是一般的来说呢，这种嗜酸性的细胞可能呢，它和一些个过敏因素有关系了哈。那就是说，过敏因素嘛，那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个过敏体质的人哈，那可能他会有其他的一些个疾病的同时呢，也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就在肺的这样的一个嗜酸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会引起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大家还记得我们说，就是它是。有点就是说我们叫 postnasal 哈 ，postnasal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分泌物嘛，就是说上呼吸道的这个分泌物哈，比如说它有鼻窦炎呐怎么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它就会顺着这个分泌物就流到了往下走一流，它流到了我们的这个呼吸道里面，那当然我们呼吸道是不容得了这些个分泌物了，就它容易这样的咳嗽出来的。这个我们叫 postnasal， 就好像是我们以前上次提到的那个分泌物的这样一个情况，鼻窦炎呢这还蛮常见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是蛮常见的，因为我们亚洲人呢，以及我们中国人哈，就我们鼻腔呢，它就比较矮嘛，我们比较矮嘛，不像那个其他的像白种人，
高鼻子嘛，这样的话呢，它特别容易引起来这边的这个阻塞哈，然后引起来这边呢脏东西不容易出来嘛，然后呢就比较容易引起来它那脏东西可以进到鼻窦里面去了，对吧？通过鼻腔的这些个鼻窦的这个开口呢，进到了鼻腔的我们说的进到了鼻窦里面，就引起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的呢，也都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我们还真的找不出来什么原因，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哎，你说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检查，是不是？最后还是找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咳嗽？这个情况呢，也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哈。那么还有的一些个是处在这种比较说也不能说是特别慢性的那种假慢性，意思就是说 OK 你呢有这样的一个肺炎呐，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临床上也看到一些个别的人哈，不是很多，他呢有肺炎，在我们说在那个冠状病毒这个肆虐的那个阶段呢，他会有那个很多人有这个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哈，还有的人就有其他的引起的肺炎，他那个引起的肺炎对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呼吸系统的伤害蛮大的，蛮大之后呢，他那个肺组织呢就出现了很大的炎症变化呢，出现了那些病理变化之后呢，那么它急性期过了之后哈，哎，你还有可以看到它会有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持续一段时间呢，但愿啊这样的一个急性的肺炎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不要持续太久啊，不要说变成一个真的慢性的，超过6个月、超过1年呢，真的就惨了。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多，就是说它呢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持续的这一段时间呢，它也有表现为这样的一个叫所谓的咳嗽呀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很多的人呢，他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最终呢，他还是停止了，就是我们说修复了吧像我们说这个肺的肺炎啊，或者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哎，它修复了之后，它好了，那么它咳嗽呢，它就消失了。我们呢就跟大家聊聊天就是说，还是回到以前的那个刚开始的话题，什么意思？就是说，名医不治咳，这是我们以前那个中医说的话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咳嗽是挺困难的，就是尤其是变成这种慢性的咳嗽。你看我们说的这比较常见的呢，我们知道的这些个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关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情况来考虑。那么但愿不是说。实际上临床上呢，也有这个情况来发现，就是我们真的是最后走了一大圈你也看了肺脏的专科医生，最后我们都把能想到的各种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都排除了，最后呢，还是找不到这样的原因，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我们以前那个中医说的名医不治咳，就是真的也找不出来这样的，但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多啦。那么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能够找出来原因的。好，今天呢，我们就把咳嗽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什么样的原因引起来的咳嗽，哎，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和大家呢，应该说是讲了一下。那么下面的事情呢，我们再谈一下怎么样去咳嗽的一些治疗，那就是要有原因，能找出原因来，就针对这个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治了，好吗？那么我们下一次和大家再聊谢谢大家，再见，拜拜。